好了，那么现在时间差不多了啊，我们开始咱们今天的课程啊。今天呢，我们继续完成这幅作品啊，继续完成这幅作品。那么上一节课啊，应该说是2节课啊，咱们把这个2片荷叶、1朵荷花是完成了啊，完成了一大半了，对吧？那么这一节课还有一只翠鸟啊，和一个花骨朵，还有几根荷杆。以及画面的这种整体的这种氛围需要处理。那么先呢，我们把这个荷花的这个莲蓬给它画出来啊，画出来之后，我们再来画翠鸟。翠鸟画完之后，再回过来点这个花蕊，点完花蕊之后，再来画这个荷花啊，收拾一下画面就结束了。所以画的时候，你可以为什么是这么一种这个程序呢？不是一样一样先画完呢？为了节约时间，对吧？节约时间啊！我们对照着这个图片啊，图片放出来啊，这个图片我也上传到这个课程资料里边了啊，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然后莲蓬，那么这个莲蓬啊，我们稍微要斜着一点，对不对？稍微要倾斜一点画啊，不要画的太正了，不要画太周正了，稍微倾斜一点。那么这个莲蓬的处理方式呢，也是比较简单，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莲蓬其实就是表面是一个什么颜色啊？类似于这种3绿色啊，偏黄一点的，比较嫩的这么一种颜色，对吧？那么里边的莲蓬呢，可以选择用这个珠标，可以选择用珠标比它深一点的颜色点，也可以选择比它浅一点的一个藤黄加白点，也可以啊。2种方式呢是都可以的。所以咱们画画的时候啊，这个颜色不一定非得是现实当中的这个颜色，对不对？咱们画画有画画的一个颜色啊，你也可以用这个比较黄一点的颜色点这个莲蓬，然后呢用偏绿一点的点这个莲蓬籽也行啊，2种方式都可以啊，3种方式都可以啊。所以呢一定是要很有主观的处理啊，你得有主观的处理。那么我们首先啊，来，我把这个图就收起来了啊，这个没什么可看的，对吧？很简单。首先挑一个这个绿色里边加点藤黄啊，绿色里边加点藤黄。对，那个卡纸是有点小贵啊，可以你可以直接买那个宣纸就行了啊，书宣纸就可以了。这个东西就是很贵，本来我想买一点那个这个卡的这个绢啊，那更贵。是不是应该开一个这种小厂？所以呀，我以前不是在天津上学吗？我经常去的一家啊，在鼓楼有一家这个卖各种材料的。最早是一个店面啊，是一个小店面，慢慢的发展到2个店面打通了，左右2个店面打通了，然后卖的东西越来越多。等我毕业之后，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旁边又打通一个，开始卖画了，开始收购名家字画了。然后那些天津的一些名家的字画啊，都在那儿售卖，厉害吧？这是吉祥颜料啊，吉祥颜料，我们调一点这种偏黄一点的这种绿色啊，来画这个莲蓬。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颜色啊，一个草绿色吧，青草的绿色啊。哟，坏了，溅到上面去了。所以画这个一定要小心啊。
有时候调色我都不敢是这样式的调啊，这样调很危险，对吧？底下是一张画，但是又想让大家看到，来缩小一点吧。骷髅哪一家？我这说出来不太好吧？鼓楼，反正那些都挺厉害啊，都是挣的盆满钵满的。再加一点这个鹅黄啊，加一点点鹅黄。真是挺，这玩意儿感觉利润挺大啊，我感觉利润挺大的。特别是那些年的时候，这个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啊，这个书画市场行情特别好的时候啊，那我更贵，哎呀，那真是离谱啊！那个红星纸涨得比房价还厉害，是不是？好，加了一点鹅黄进来啊，这个颜色感觉好一些啊，好一些。要倾斜一点啊，要倾斜一点啊。不需要画太大啊，不需要画的太大。上面这些空啊，因为这个空预留的时候是留的比较大一些，所以，但是我们画的时候不一定非得给它撑满，明白吧？你不要给它撑满了啊。一个椭圆形啊，一个椭圆形，看到没有？哎，椭圆形啊。底下稍微平一点啊，平一点没事儿。这边可以再高一点，啊，高一点，让它倾斜一点，这种倾斜的感觉就可以了。等它烧干一点之后呢，我们再来点这个莲蓬啊，点莲蓬。那刚才大家也看到莲蓬在里边长什么样了，对吧？好，略微有一些这种深浅，有一点深浅变化就可以了。等它干啊，这个得等它自然干啊，就不要去干涉它了，不要去干涉它了。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画这个小鸟啊，画这个小鸟。这个小鸟我看了一下，他画的这个小鸟，我感觉画的胖了一点呢，尤其是这个肚子部分啊，按照这个透视，这个肚子部分呢，感觉有点大了画的。好。准备一支小小的小狼毫啊，或者小勾线笔都可以啊，用狼毫或者是勾线笔都可以。倒点墨汁。还有一个事情啊，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我这两天我看呢，有同学说啊，说到这个墨骨画颜色拿去裱画会掉色的这个事情，对不对啊？我之前也在课堂上说过啊，所有的无论是不是吉祥颜料啊，或者是什么这个玛丽颜料还是什么颜料啊，它都会，明白吧？都会掉色。所以你画完之后，你不能马上就装裱啊，不能马上装裱，
你也得放啊，多放几天，放个1礼拜，你放时间长一点会好一些，让它干透一些，它的颜色，让它干得很透。有时候比如说像这样的颜色，你以为干透了，但是它其实没有啊，它那个一刷水之后，拿去装裱一刷水啊，刷完水之后它还是会掉色，明白吧？它不是吉祥颜料不吉祥颜料的事啊。你包括油画啊，画油画的同学，画油画，它也是画完之后，它上面会刷一层这个胶，对，那个这个叫什么？不是胶啊，它那个调和剂叫松节油嘛，对吧？那个松节油啊，它会刷一层松节油，把它固定起来，保护起来表面啊，都是一样的。所以国画也是一样的，但是你那个刷胶粉水的时候，一定要很淡很淡的胶粉水啊，不要说那个瓶子里边，有的同学告诉我，直接瓶子里边买的现成的，倒出来啊，胶和矾一倒出来，这一块就刷了，那刷完那个纸就基本上就坏了，就脆了，对不对？它就特别的，那个纸一抖都哗啦哗啦响，那就不行啊。怎么进群啊？米粒同学，这个你只要是购课之后啊，你用这个下载学浪 APP， 用购课的抖音账号登录学浪，即可进群了啊，即可进群。我一会儿呢再给大家演示一遍，好吧？我先咱们先讲课。那么画这只翠鸟要找好一个位置啊，它不要画的太高了，听到没有？不要画太高了，上面空间不够了。它离的花比较近啊，它是在看这个花，对不对？在赏花。离得比较近一些啊，大致在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大致在这个位置啊，是这么斜着这么一个感觉，对吧？找好位置啊，找好位置，找好角度，倾斜角度大概是45度，这个嘴巴比较长，比较长一些啊，比较长一些。毛笔要稳啊，拿着要稳，别哆嗦啊，这个时候别哆嗦，也不能太快。有的同学最害怕勾线了，一勾线歘一下，对吧？因为慢了就抖啊，所以它就很快，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同学？一勾线，他害怕勾线啊，所以呢，他就每次就是歘一下啊，可不能这样啊，不能这样。那么从中线开始画起，看到没有？从中线开始画起，嘴角这个地方，可以什么硬一些啊，硬一点，多加一笔，然后注意一下这个长度啊，注意一下这个长度。注意一下，上面的宽一点，下面的窄一点。上面的宽一点啊，下面的呢窄一点啊，窄一点。眼睛，这个地方啊，嘴角对吧？嘴角啊，眼睛在哪儿？你看这个角度啊，特别的，其实不好画啊。这个角度的这个翠鸟其实不好画，为什么不好画？因为它两只眼睛都露出来了啊，它侧面不侧面啊，正面不正面的，是不是？两只眼睛都露出来了，所以不是特别好画。这个眼睛呢，它就在嘴角的上方，或者是正好在这个中线这一块啊，嘴角这一块后方啊，后方，其实应该是偏上一点，但它为了画两只眼睛啊，所以呢，它偏下了。如果偏上了，只够画一只眼睛。
看到没有？那么这个是这个眼睛。那么路易菲的这种禽鸟的画法和江寒汀的他们这种都差不多差不多其实。好了，那么我们考虑的是这只眼睛考虑这只眼睛，这只眼睛这个角度其实并不好处理并不好处理。首先我们要看它脑袋这条线，首先把脑袋这条线给它处理出来。那么这条线它是偏直的，你不要倾斜倾斜的话这只眼睛就出不来了要偏直一点。看，我们用虚线先用虚线来表示出来。看，偏直一点这一段比较直一些，然后向上斜向上靠后面去，不要靠得太厉害，因为它整个的身体是立起来的所以不要靠得太厉害明白吧？不好画，这个角度不好画这个角度非常的不好画。然后这个眼睛在它的对面，对吧？要高一些按照这个透视的话，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倾斜角度，看是这样的一个倾斜角度按照这个透视，这个眼睛要比这只眼睛稍高一些。不能太大了要比它小，可能露一点出来露一点出来，似是而非的这种感觉露一点出来。眼珠子，眼珠子也小一些然后呢是它眼睛旁边的这个黑色的小羽毛，小的黑色小羽毛，看到没有？是它的黑色小羽毛然后这个嘴，它这边你看到这边不有个腹部就是上半边是脑袋对吧？脑壳底下呢它是这个白色的羽毛部分所以呢从这儿又露了一点点出来这么接过去，明白吧？整个嘴呢是一个比较的正面的这种感觉然后两边的这个对称这边和下面这边是对称的，你要搞清楚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好了，那么我们再来画下方的这只眼睛的这个黑色的羽毛还有耳羽。是不是感觉不太好画这只这个角度比较刁钻比较刁钻。轻轻的这么点一下就可以了。轻轻的点一点，上方这一块明白这个感觉吗？然后脑袋呢，它是分为两半嘛，对不对？前面呢是这样的一个造型前面是这样的一个造型，然后你可以撕毛
前面呢也是黑色的，比较深一点的毛发，你可以选择用这个淡墨稍稍撕一撕也可以，稍微撕一下也行。重的地方啊，撕出来也可以，对吧？看明白没有？看明白没有？有没有看明白？这一块懂不懂啦？默不作声啊，默不作声，都在低头画着呢，一股一股啊，都是低头点赞呢，是不是？要慢慢点，不着急啊。好了，那么这个啊，紧接着啊，我们把这个脑袋呢，看看啊，脑袋上半部分，我们给它画出来啊，画出来。好，要直一点，所以这边呢还得稍微再大一些啊，大一些。虚线啊，我们先用虚线呢把这个轮廓。老师用虚线啊，先把这个小鸟的一个轮廓啊，给它概括出来，那么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我们讲了，头部是一个什么卵形啊，小椭圆形呢？对吧？你看，这是底下的这个底下的这个白色部分啊，白色部分，那么这边也漏了一点点，看到没有？这个角度这个地方啊，刁钻的一点点，两边是要对称的嘛，对吧？那么这样你就明白了啊，这样就明白了。啊，放个颜料管啊。知秋老师也画残荷了。行，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每个老师的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这种教学方法。好，那么这个背部扭过来的一个椭圆，对不对？扭过来，比较胖啊，比较胖。这小鸟是真不瘦。啊，真不瘦啊，这个小鸟啊！你看整个的这个椭圆呢，我们一直可以把它画到哪？画到这个尾羽那一块啊，一直可以画到尾羽那一块去。身体这边，你看脑袋是在这个地方，对吧？脑袋在这个地方啊，身体呢要比脑袋稍微宽一些啊，宽一些。身体要比脑袋要宽一点啊，要稍微宽一点啊。然后我们再加什么？加它的一个小翅膀啊，两边的小翅膀和尾羽，明白吧？那么整个呢，这是它的一个腹部部分。那么这个翅膀部分啊，又是一圈，对吧？又是一圈啊，翅膀在这儿，又是一圈。左边这个翅膀看着啊，我们找的时候往下做一个垂直啊，做一个垂直。它基本上啊，看到没有，位置啊是正好是到眼睛这一块啊，垂直下来。它是几片这种白色的啊飞羽，倒是少见呢，这种画法倒是少见啊，一般呢是绿色，对吧？重叠啊，有一些重叠。有一点重叠。完事儿了啊，到这边之后，
再是那个大的这个长的飞羽，对吧？那么左右两边要对称啊，要对称，中间不要留得太宽啊，太宽不对啊，中间不要太宽。所以这个点它的起点做一条延长线下来，正好是在这个眼角这一块啊，大致在眼角这个黑色的羽毛这一块。它是写意画，它画的比较含糊啊，但是我们画这个墨骨或者工笔，要把它画的清清楚楚的啊，每一片都得交代的清清楚楚，表示你懂，对吧？也表示你懂，不是不懂啊。有的同学不懂，画起来呢，有的就很含糊不清啊，咱们要清清楚楚啊交代的。你看一个椭圆，哎，两个椭圆，对吧？然后再来一圈，我之前讲的套娃结构，再来一圈是套到哪儿了呢？它这个腹部这一块啊，尾羽这一块了。那么我们先把这个翅膀给它画出来啊，翅膀倾斜一些啊，倾斜一点，沿着它身体的这条线啊，倾斜上去。一层，两层，三层啊，好，底下了重叠，有一些重叠，对吧？那么这是这边的啊，那么这边呢一样啊，这边一样。一层，两层，三层，看一下高度啊，看一下最后的这个高度，右边要高一点，左边要低一点，所以不要画错了。四层，开始往回收，开始往回收了，看到没有？到这儿啊，开始往回收啊，往回收。底下有重叠，底下有重叠。好，那么现在感觉这一块啊，稍微胖了一点，对吧？稍微胖了一点点，往回收一点，收一点。因为正好这一块呢是黑色的这个羽毛啊，头呢稍微再直立一点啊，再直立一点，再直立一点啊。那么腹部这一块你看看是这个黑色的，从眼睛啊，从眼睛这个眼角这一块开始啊，好，到腿羽，腿像个小鸡腿一样啊，你就把它当成小鸡腿来画就可以了。那么整个的身体部分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构造啊，这样一个构造。然后呢，那么到了尾巴，那尾羽呢，那更好画一些了啊。然后这是尾部的腹羽，紧接着尾巴，尾巴比较短一些啊，比较短一些。基本上是两根啊，比较主要的，在中间啊，在中间比较大一些的，旁边的呢开始变窄啊。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啊。这个造型你看看，大概就是这样一个造型啊，一个造型。好像还是画大了一点啊，好像还是画大了一点，再短一点就好了。你看看啊，上面画个荷花也差不多啊，位置上差不多。在这儿过来一个荷花在这儿啊，差不多。稍微画大了一些。没人和你聊天啊，有可能掉线了吧？你看看，基本上就是这个造型啊。那么下面呢，我们把这个小鸟给它直接染色了吧？染色啊，能看懂吗？这块能看懂啊？好，我们直接染色。我的袖子是不是把这个颜色给蹭掉了？把这个荷花的莲蓬这块好像是蹭掉了，怎么浅了一块呢？是不是？我们先用淡墨把这个嘴巴先给它染一下。好，我们再调一个这个绿色啊，叶片的这种绿色。往下拉一点，什么意思啊？小鸟画大了一些。尾巴画高了一点点啊，尾巴再下来一点就好了。好，我们用这个绿色，上一节课画这个叶片的这个绿啊，先比较淡一些的绿色，对吧？整体给它染一下啊，照染一下就行了，别一上来就撕啊。我们先给它整体效果给它铺出来，因为我发现好多同学一开始撕毛撕挺好，一染色完了，把前面撕毛的全盖住了，白撕了，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咱们把这个程序调换一下，换一种这个先后顺序换一换啊，看看是不是好一些。看啊。到边缘的地方可以稍微撕一撕，不能太清晰了。
那么这一块也是个腹部啊，底下也是个腹部，所以在颜色上它是有一定的这种区分啊。我们先不画它，先不染它。哎，这样就可以了啊，这样就可以了。那么这个翅膀啊，翅膀呢也要稍微的翅膀也得染一下啊。翅膀呢它是偏蓝色，对吧？偏蓝色啊，我们可以先用这个墨色，先用墨色打底也行，然后呢再覆盖上蓝色也可以。那先就来一点淡墨色啊，用淡墨色打底，墨不要太浓了，好吧？啊，淡墨啊。看啊，淡墨。那么前面几片呢是白色啊，这个白色还行啊，也不难看，反正看着还行。那么咱们就先不动它了，白色就白色吧。然后旁边是这个橘黄色，对不对？旁边是橘黄色。从第3片啊，一片白的，2片白的，3片、4片啊，从第4片开始吧。对于这个小鸟啊，这个背部羽毛不清楚的同学啊，可以看咱们课程回放，好吧？课程回放里边啊，前面的课程讲解的非常仔细了，是不是？你可以首先选择整体给它罩住也可以，因为它是这上面有一个蓝色啊，有蓝色呢，我们底下呢通常是要有墨色打底，效果会好一些。那么要留出一点水线来啊，留出一点水线来，好吧？这个墨色也不要太重，比较淡的墨色，看到没有？比较淡的墨色啊。正常我们是画一半，对吧？以前教大家是画一半，今天因为它是蓝色，我们就整体都画上啊，回头再用重一点的墨色把那一半加重。好，这边也是啊，1、2、3，从第4片开始吧。你不要太拘谨啊，画的时候放松一些。
你看这个羽毛的这个层次啊，它就出来了啊。老想画好，老画不好，放松的画。所以说画画一定是一种放松的状态下啊才能画好，明白吧？就跟上课似的，你老想把这课上好，老上不好，就得放松，很放松的去上课。越紧张越画不好，对不对？你因为思想包袱太重了啊，老想画好，这个思想包袱就太重了，就跟考试一样。这小孩考试，你肯定会告诉他啊，放松放松，是不是？别紧张，别紧张。但其实说了也白说啊，该紧张还得紧张。去洗头，怎么跟那个闲云鹤来似的啊？闲云鹤来今天没来啊？好了，那么整个你看看这个底色一铺啊，是不是看着舒服点了，对不对？舒服点了啊。那么这个腹部呢，它是画了一个黑色啊，正常的这个翠鸟腹部都是红色，所以你看你说这个颜色的事啊，那其实还是比较主观的一种表现，对不对？然后顺便啊，用这个墨色啊，我们撕一下毛。你看学会了之后啊，从哪儿开始撕都行，从腿这儿开始撕也行，对不对？顺着撕、倒着撕都行。看分层分组，哎，分层分组。好，给它分出来啊，给它分出来。早早的就等着上课了，对不对？好，我们再来啊，再来。那么第一遍啊，这个完成了，第一遍完成，对不对？第一遍完成。第二遍，头是什么？太青蓝啊，头是太青蓝呐。咱有啊，咱有太青蓝。丝毛有什么诀窍？当然有诀窍了。来，太青蓝啊，走一遍。大家有没有画过撞色的小鸟啊？等以后我教大家画这种，用一种撞色的手法，就是咱们画花呀、画墨骨、画花的时候用到的这种啊撞色法来画小鸟。那种撞色的方式画出来也非常漂亮啊。
一种另类的美啊。那么画一些特殊的东西啊，一些特殊的，比如大羽片的这些动物，采用这种撞色的方式画，非常漂亮，非常真实。画什么鹅呀、鸭呀这样的东西啊。丝毛就围绕着它这个动态啊，它这个姿态，身体扭动的这个方向去撕就可以了。中间部分重一点，对吧？中间重一点。背部再来点淡墨，再用淡墨撕一下。用的小狼毫啊，用的小狼毫毛笔。尾部这一块啊，稍微撕一撕，两端，对吧？头部再加重一点。那么这个颜色有点偏花青的颜色了啊，回头我们再用这个叫什么三青啊，用三青再照一下。好，那么肚子部分啊，腹部这一块呢，它是用到了这个猪标啊，猪标，或者是朱砂都可以啊，有猪标用猪标。鹅黄猪标呢？橙黄。接点猪标啊。画的什么案例啊？没有用花青，没有用花青啊！我是说这个墨和这个太青蓝调一块，有点像花青的这个颜色了。你说知秋画的那个残荷的案例是不是？我也看到了啊。这有啥不符的呀？每位老师有每位老师的这种方法不一样，对吧？可能画出来是另外一种效果，也说不定。还不放到课程里边。但是说实话哈，我那个无论是谁画啊，我那个难度那个程度啊，想超越不容易。不信你可以看看啊，无论是谁来画那个案例啊，想超越是不是太容易的了？
按照他们的方法，不能说是按照我的方法，对不对？先把这块红色先给它画出来啊。轻轻的撕一撕啊，轻轻的撕一撕就可以了。然后它这一块啊，这块它用了一点这个什么，加了一点啊，加了一点红，我们也加一点吧，一半红一半白，一半红一半白。稍微来一点。自信满满的，必须自信啊！这点自信还得有啊，还得有，对不对？咱这个教书这么多年，这点自信没有吗？画画这么多年，我自己啊，对于我自己的这个水平的定位应该是比较精准的啊，在全国大概是一种什么水平范围之内，对吧？在咱们彭村老师里边是一种什么水平？那这个定位我还是有的嘛，这点自信还没有吗？我再调个绿色，这次这个绿要比之前打底的这个绿要重一点啊，要重一点，加了一点这个绿青，这个叫什么绿青啊？这个绿青色，这就是这个颜色啊，只是旁边这个颜色绿青加了一点这个颜色。最近好多案例好像都撞车了啊！我看那个群里边分享的，好多都是我之前画过的案例。就是说这种模式啊，这种模式之下，这么多老师，每个老师这么多课，很快就会造成资源枯竭，明白吧？就撞车，互相撞车，互相撞车，就很难开出第二期了啊！第二期必须得改革了，对吧？不然大家想一想吧，就你们认识的老师比我认识的还多，对吧？好，用这个绿色，哎，稍微覆盖一遍，这个颜色就好多了，对吧？就采用这种披笔撕毛的方式去染色它就可以了，这样颜色不会太厚啊，不然好多同学那个颜色啊染得特别厚，
然后把底下丝毛的这个都给盖住了啊，就之前的画的呢都白画了。脑袋附近啊可以染一点，披披丝毛走一下。来点三青啊，三青啊，大家有没有三青色啊？或者湖蓝也可以啊，三青或者湖蓝，三青或者湖蓝都可以。那喝口水，喝口水啊，三青或者湖蓝都可以啊，大家调一下这个颜色。玛丽颜色调不出这种绿色，怎么会呢？头绿啊，你加点头绿进去就行了。有头绿吗？没有头绿，加点翡翠绿啊。你看头绿基本上就是这个颜色嘛，是不是？这是头绿啊。翡翠绿，你看也差不多啊，可能会绿一些。颜色不需要一模一样啊，不需要一模一样，差不多就可以了。它这个颜色，它也不是说真实的翠鸟长这样，真实翠鸟也不长这样，对吧？要去开创作呀，创作好累的。来啊，用了三青，这个三青色。你看那个谁，韩林老师啊，天天创作，对吧？他那真是，我看着都累啊！一天隔一天上一次课，就那个间隙，那就有一天的休息时间，还得点作业，还得创作出一幅案例来，对不对？墨骨画，这是墨骨画啊！这老师真不容易。对呀，你想想啊，那个课程多紧张。可以用这个三青啊，三青，三青可以算了，我还是用小毛笔啊，小毛笔丝毛，可以用这种丝毛的方式啊，也可以批笔啊，也可以批笔丝毛啊，也可以这种单笔丝毛也可以啊。撕的时候不要太厚啊，不要太厚。底色呢要有意无意的啊留出一点来。哎，三青这个颜色一上去啊，就明显了，对不对？对，韩宁老师的这个画册我也有啊。
哎，这个身体部分，你看有的地方呢，也来一点点这个三青啊，三青不要多，但是得有一点。翠鸟的这个颜色是非常阳光下非常丰富的。有一点对吧？两边有一点啊。然后三青这个颜色你可以加一点，没有头青，没有头青，加一点太青蓝吧。安林老师课前讲一讲点评作业，边看边讲话。咱以后也可以这样啊，但咱这不是一两句能讲清楚的啊。那太青蓝加了这个，太青蓝加了三青，哎，我调一块，看到没有？太青蓝呢加三青啊，画翅膀，画翅膀。好了，我画翅膀啊。留出一点这个墨底啊，咱这个画墨画淡了一些啊，还是画保守的，这墨应该再重一点。这个墨越重，这个这种实色在上面它越亮，越亮堂。所以我们稍微再调整一下。尾巴的这个太青蓝多加一点啊，颜色太亮了。呵，有点太亮了啊，回头再盖一下。咱们把这个肚子这一块啊，肚子这一块淡墨染一下。好，那么这块啊，这白色一上啊，它这个效果就能出来了，基本上就出来了。
比如在微调，再做一些微调。我们先整体跟上啊，把整体效果给它跟上。该用白色啊，再把白色跟上。来，白色啊。啊，每个人的教法嘛，都可以学啊，都可以学一学，多学学总是有好处的嘛，对不对？多学学，多看看。那我那个技法应该是比较独特的啊，咱们彭村应该其他老师应该还不会吧？来，这块白色啊，不要太厚啊，有的同学这个白可白了，每次画小鸟这个小脸上那个白，那都跟抹了多少层粉一样，对不对？一定要自然啊，这个白色这个浓度要适中。你看，包括这个荷花，我们的这个白也不是特别白，对吧？所以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特别重要。化妆也是一样的嘛，有的对吧？有的女同学化妆啊，你们应该比我更懂，是一样的啊。要把握好这个度啊！你看这一块，其实可以整一点啊，那么这个透视，你看看，就透过去了啊。一开始不要画太白了啊，先浅一点。腹部底下啊，腹部这块白色稍微带一下，稍微带一下啊，稍微带一点。那么整体目前是一种较为完整的一种状态了，对吧？目前较为完整啊。我们接着再画其他的地方，然后呢，最后我们再把这个小鸟稍微干了之后，再来调整一下。那么它的眼珠子啊，眼珠子呢也可以是用这个颜色稍微染一染啊，染一染眼珠子，用这个珠标，就是染腹部的这一块啊，用这个珠标啊。啊，这个对，都差不多。这个墨谷四条屏，你感觉怎么搭配，怎么好看，都能搭配啊，只要是风格比较统一就行。啊，内容上基本上还是算统一的，对吧？都是花鸟嘛。小金鱼那个可能不是特别统一啊。小金鱼那个啊，大家你想把它弄到那个四条屏里去也可以，其实也可以。
哎，眼珠子啊，眼珠子。紧接着把爪子画了，爪子直接用赭石了。你可以选择先画完这个枝子之后再画爪子，也可以选择先画爪子，然后呢枝子呢从里边穿过去也可以啊，都行。那么这个是腿，注意啊，腿部这一块啊，先点个点儿啊，是它的一个大腿。然后再点起笔之后，哎，顿一顿，像写书法一样啊，行笔微微抬起，中锋用笔，看到没有？中锋用笔啊，中锋用笔。哎呦，它的爪子还挺长啊，这爪子都到这儿来了吗？好，顿一顿。前面俩，其实翠鸟爪子比较大，真实的翠鸟的爪子还挺大的，小了没法捕鱼，对吧？它那爪其实还挺厉害。差不多啊，差不多了。然后和杆儿就从这儿穿过来到这儿下来，哎，差不多啊。好，可以，非常不错，非常不错。等它烧干之后啊，最后做最后的再调整一下，你看颜色也是比较统一和谐的一种状态，对吧？颜色也非常的统一和谐啊。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莲蓬这块啊给它收拾一下，继续再收拾一下。哎，大小个头也还行，略大了一点点啊，略大了1厘米左右啊，1厘米左右。我们把莲蓬给它收拾一下。那么莲蓬这个附近，我们要把这个氛围给它烘托出来，烘托出这个花蕊的氛围来啊，给花蕊呢点花蕊啊，做一点铺垫，对吧？你看真实的那个荷花，它旁边都是一种，对不对？红红的或者偏一点朱标色，所以我们就直接啊，正好这刚才挤了朱标，用这个朱标啊，淡淡的把附近呢烘染一下，稍微烘染一下。那么烘染有2种方法，一个是像画工笔画那么去染啊，另外一种方法啊就是咱们撞色。准备一支清水笔，一支干净的清水笔啊，稍微干一些，不用太湿啊。我们稍微干一点，不用太湿。清水笔干一点。我这已经有一支比较干一点的清水笔。那么我把周围轻轻的打湿，注意了，周围啊不要碰到莲蓬了，轻轻的打湿啊，打湿一点。面积上面可以往上去一点，让它过渡自然啊。一会儿撞色之后，它就比较自然。把这个缝里边打湿，湿了之后，把这个朱标色直接点入进去啊，点入进去，看到没有？点入进去就可以了啊，直接点入进去就可以了，就不需要去染了。
染那个小缝你咋染，对不对？小角落怎么染都不好染。稍微填一下啊，上方也是啊，哟，都干了。干了再来啊，打湿一点。装一点颜色啊，稍微有一个氛围就可以了，不需要特别多啊，不需要特别多。底下有些地方稍微的染一染，红一点，对吧？稍微修整一下啊，修整一下。像这些空里边啊，空里边呢，哎，来一点点，对吧？来一点点，就和我们之前画的那个莫古的秋菊那一张差不多，对吧？那么这样它一个向心力啊就加强了，加强了一点向心力。好，可以了啊。然后调一个三绿色啊，调一个三绿色，把莲蓬给它画一下啊，莲蓬籽儿，三绿。我啥呀？啥毛笔啊？这个毛笔就是，哎呀，其实都是之前咱们都用过的啊，没啥神秘的，你知道吧？问题不出在笔上面啊，问题不出在笔上面，知道吗？这笔之前大家都买过，是不是啊？咱们以前都是彭村的，都是彭村用剩的。再来点三绿，有点太绿了，加点白吧，绿里边调点白。好，可以了啊。中间可以再点一点藤黄进去，中间我们可以稍微点一点藤黄进去啊。
不让它太绿啊，点一点。好了，等它干吧，干了之后再处理啊，剩下的干了之后再处理。现在把莲蓬杆给它画上。你也去洗头啊？今天周几啊？来莲蓬杆啊，莲蓬杆呢颜色不要太重，不要太重，还是之前的这个绿色啊，或者我们刚才染这个身体部分的这个绿色啊。调一点3绿进去。哟，明年3月份了，时间过得太快了。所以说啊，想要学习的同学抓紧时间呐，不要纠结，不要犹豫啊。那注意用这种竖线的方式啊画，里边有时候偶尔留一点空白也可以。然后呢，有一些深深浅浅、虚虚实实、轻轻重重，对吧？新来的同学给老师点点关注啊！想学习的同学呢，点击一下咱们的课程链接，1号链接啊，咱们的课程啊都在1号链接里边。不要纠结，不要犹豫了啊！这个时间最宝贵，对不对？有的同学呢也是在画，但是呢进步比较缓慢，就缺乏咱们这个318的课程的辅助啊。里边装一点颜色，对吧？很漂亮，是不是？那么这些细节的处理啊，都得学会啊。注意粗细啊，上下粗细要尽量保持差不多，别忽粗忽细，明白吧？尽量让它保持的差不多。对，这是墨骨画啊，这是墨骨画。好了，之前说了，它这个盒杆下来的这个位置很不好看啊，很不好看，太纠结了啊！它这个弯拐的，你看看都扭成个8字了，对吧？这个底下这2根啊，都扭成个8字了，特别纠结画的。我决定稍稍给它改一下啊，稍微咱不要太纠结。直一点就直一点也没关系嘛，为什么害怕太直呢？是不是？我就把这个从这边出啊，这根呢从这儿出，
合杆这一直从底下出，直接出到底下，不拐弯啊，不拐那么扭来扭去的，对不对？然后这一只正常出就可以了，正常出就可以了，其实出来，然后看看啊，诶。先出一个，先出一根啊！注意一下啊，它这个轻重缓急，稍微直一点啊，我们让它稍微直一点，别拐弯拐那么厉害，有点太拐的太刻意了，是吧？要么我就先出这一只。所以有时候这些地方就是要推敲的时候了啊。一个基本的原则，咱们遵循兰花3:4的这种原则，就不会有太多的这种失误。对，你就遵循这个原则啊，其实就是比较简单的方式。好，那么这一只可以从这儿出，穿两也太平行了啊！回头需要借助这个芦苇啊，回头我们画点芦苇，借助这个芦苇的力量，因为通常我们都是画奇数个，你知道吧？通常画个3根它就比较和谐，5根也比较和谐，这种4根的它就比较麻烦。
所以通常我们都是画奇数个，画东西也是啊，不会画的这个都是双数。这就你看它为啥画成个八字呢？这个八字还要往这儿扭一下呢，它不能画中间了，你知道吧？太垂直又画到中间了，所以它又往后面扭动了一下，这就是在思想斗争啊，一直在思想斗争。总共就4个杆，还能看乱套吗？总共就不就4个杆吗？基本上还是差不多的啊，还是差不多的。稍微咱们把这调整一下啊，回头加点这个芦苇，加点芦苇，主观的把它改变一下，因为它这个芦苇加的就是特别的随意啊，咱们加的时候回头给它加好看一点啊，加好看一点。你看这根呢就是这么下来的嘛，这根呢是属于这个荷叶的啊，它里边是这样的。这根是不是这个上面荷花的吗？这根是这个荷花的啊，这4根是不是？好，基本上就是这样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分清了吗？分清楚没有？哪个是哪个分清了哈？我们下面呢，把莲蓬啊，把这个莲蓬再画一画。对，随便扭着哪个是哪个，其实这个它大差不差就行了，不会太去纠结它是哪一个是哪一个。当然你别太扭的太过分了，扭的自己都找不清楚了，那就不行。我们来画一下这个，画一下里边的这个花蕊。花蕊呢，它里边啊，花蕊这个丝用这个朱标色，朱标可以调一点藤黄。来，这边应该差不多干了啊，差不多干了。上方比较密。
比较密一些。这个缝里边啊也要出来一点，啊。出来一点，多一点，密一点啊，不要怕。然后我们的葛粉呢，看看葛粉要登场了啊，葛粉用一用，葛粉里边调点藤黄，先把葛粉给泡开啊，给泡开。哟呵，硬了，柴做的硬了，不软和了。应该呀，我上课前才做好的嘛，忘了用保鲜膜给它裹一下了。没有葛粉用太白啊，没有葛粉用太白就行了。不给力呀，干了。我再加点太白吧，加点太白，让它浓稠一点啊，浓稠一点。让浓稠一点。我这支毛笔是不是太大了啊？换小号毛笔，换一支小毛笔，把花蕊给点精致一点。再挤点什么藤黄啊、鹅黄啊这样的颜色啊，有个鹅黄，少来一点点。微微有一点黄就可以了啊，对，微微有一点黄。水多了，哎，水多了，葛粉少了，做少了，就不应该让它干，所以做好的时候，如果你马上要用啊，你就可以把那个葛粉拿保鲜膜给裹一下啊，不然的话它干了很快。它如果没有干的话啊，比较好用一些。干的有点快了。一般像这样的葛粉啊，它点上去，干了之后会稍微有一点缩水，但是它是只会缩一点啊，不会缩特别多。然后是有这种凸起的这种立体感。可以用葛粉，也可以用那个什么立德粉。
还不能点的太浓，这个毛笔就不好用了啊。葛粉干了之后特别显白啊，湿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白色。葛粉能代替太白吗？葛粉它两个性质不一样啊，不一样。葛粉属于矿物色，你要拿葛粉来染色，那是费劲了，那是染不了。但是太白它可以染，虽然不好染，但也能染。那葛粉它没法染呢。有些空里边你就大胆的点一点就可以了，哪怕它没有那个蕊丝也没事。看到没有？这样呢点出来啊，它就比较茂密的这种感觉了啊，比较茂密啊，比较高级。葛粉为什么带荧光呢？荧光是荧光粉的，荧光是它要么加了那个
银箔，要么是加了什么荧光粉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现在颜色有那种专门好多有成套的那种，全都是荧光色的颜料啊，各种各样的多得很。啊，休息一会儿啊，喝口水。佩服耐心，慢慢画呗。你就本来比如说有的同学啊，平时画画比较着急，但你画一张画怎么也得1个多小时，对不对？你再着急你也得画1个多小时，你即使画写意画也差不多那个时间，对吧？那你就当平时能画2张画、3张画，我现在只画1张画，不就可以了吗？你这样想不就行了吗？那我这1张画我画出来，我就是一张精品啊，一张精品力作，是不是？这样的话你就觉得你这个时间花的值呀，这个时间花的值不值？你说，你如果2、3天画一张这样的这种程度的作品啊，你觉得这个时间花的值不值呢？对不对？是不是，同学们？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如果2、3天我们就能画一张这样的作品出来，难道不比啊1天画一张和之前没什么区别的这种泛的这种作品，不比那个强一些吗？是不是啊？铬粉是矿物色，太白就是化学颜料嘛。你用过你就知道区别了，没用过在这问也没用啊，问了你也不会用它，是不是？那所以也没必要问啊。你自己实验过，你自然而然知道这个什么是什么区别了。好，一会儿呢，我们把这个荷花在上方啊，就在它的这个旁边，这个构图正好，正好，对吧？正好啊。完了之后画芦苇。谢谢啊，谢谢云边同学，对吧？止藤金鱼画了4天，很满意是吧？对，这个就是这样的啊，1分钱1分货啊，1份耕耘1份收获，都是一样的道理。你这个时间花了，你这个时间花了啊，它就有这个花了4个小时就4个小时的成效，1个小时是1个小时的成效，这是不一样的。我再重新调一点这个白色啊，不能用铬粉来画这个荷花了啊，重新调白色。你看这样的精品力作啊，这样的案例啊，这样的这个课程价格，让内行人看了都觉得我傻，你知道吧？
调一点白色啊。这个花瓣好像里边的白色忘染了。然后再来一点这个朱砂曙红的这个颜色啊，朱砂曙红的颜色，差不多也够了，差不多够了，不用加了。葛粉的制作课程啊，在那个资料包里边啊，在学习资料里边，在学习的资料包里边啊，来吧，我们来画这个小花骨朵了啊。我们可以大致知道一下这个核杆从这儿出来往这儿去，对吧？那么大概的高度在这儿啊，找到一个大概的一个高度就可以了。然后它这个小花骨朵画的还挺漂亮啊，画的很复杂，这个小花骨朵。今天和同事约饭去了，我说你怎么没来呢？今晚上大家都洗头了，你洗头了没有？啊，谢谢闲云何来。一来就破费。他这个画的好复杂啊。能看到这个创作过程的同学啊，绝对是幸运的同学了。
像这样的接色或者撞色啊，都可以啊，画熟练了就随便用，就是笔到哪儿呢？有时候就拿着笔先下去了呢，就先怎么画，对吧？如果是接色啊，应该先是红色这支笔先下去啊。如果是撞色呢，哎，应该是先是白色这支笔，对吧？那么有时候就是随便了，画着画着画忘了也没事。反正无论是哪种方法，我们都会，我们的课程里边都教给大家了啊。好，基本上就完成了啊，快不快？底下这个一小片，其实这个荷花啊，它这个里边花瓣里边啊，可以偏一点绿色，因为所有的花呀，它其实啊，像荷花呀、牡丹花呀这样的啊，比较大的这种花瓣啊，它在没有开的时候啊，它其实这个花瓣它是绿色的，它是慢慢褪色、慢慢褪色啊，绿色蜕变完了之后变成了红色，明白吧？所以它底下啊这一块呢，其实是淡淡的绿色。所以特别有意思啊！有一次霍晨阳老师在画这个荷花啊，画完之后给这个荷花加了一个什么？加了一个用绿色啊，加了一个花托，你知道吧？用这个绿色加了一个花托，一般花不都有花托吗？他给这个荷花加了一个花托，然后旁边那个有一个人啊，旁边有个人就买画的人吧，他就问了一下啊，他说霍老师乱画，他就是说霍老师这个荷花怎么会有花托呢？自以为了解啊，霍老师抬头白了他一眼，特别逗啊。那人家霍老师这画花画了一辈子了，那荷花见过的荷花，就比普通人啊比普通人这一辈子看过的花都多，还能不知道吗？
特别搞笑啊。所以说这个花啊，这个花瓣底下的花瓣，在它没有开的时候，它全都是绿色，明白吧？全都是绿色啊。有时间的时候再画嘛，反正有时间再画啊，没有时间呢，就是先放着呗，偶尔看一看也是挺好的。看啊，加重的地方稍微加一加，点一点这个淡淡的啊，那个之前用到的一个画荷叶用到的那个颜色啊，淡淡的赭墨色。撞一点进去啊，撞一点进去。花头的地方啊，再调了一点胭脂，现在没干。重一点。好，好了，哎，不错，不错，不错，怎么样？画多少节了？那40节了吧？画多少节不重要啊，还有80节呢，还有80节没画呢。就很漂亮了啊，已经很完整了。截图截吧，上面正好还有这么多的空间啊，差不多，位置把握的还是不错的啊。哎呀，所以说呀，这个课程，今天晚上能不能帮我突破700？快到700了啊！我瞅一下，哟，这还半天了，还不行啊！新来同学给老师点点关注，好不好？点点关注啊，加这个，点点关注，点点粉丝牌啊。
下面呢，我们把这个芦苇加一加，把这一块啊给它完善一下，破一破。那么这个芦苇啊，芦苇我们自由发挥一下了啊，就自由发挥一下了，就只能自由发挥了啊。按照他那个画，那就他那个太乱了，画的太乱了，没法按他那个来啊。咱们就只能自由发挥一下了啊。想一下芦苇长什么样，脑海里边回想一下，咱们画过芦苇没有？画过芦苇对吧？一个杆儿啊，几片叶，基本上是这样的啊。那么芦花呢是可以不用画了啊，芦花可以不用画，只需要把这个芦苇叶和芦苇杆给它画出来就可以了。我们大致画一下啊，你可以采用这种双钩的方法，双钩的方法画出来也好看。像工笔画，比如说像一些有颜色的啊，一些都是墨骨的这样的，然后采用一些双钩的，配上芦苇，特别漂亮啊。但是双钩难度比较大啊，我看了大部分同学这个勾线还是存在问题的啊，存在问题的。我还是教大家还是采用这种墨骨方式算了啊。勾线还是不行。来，调一个赭石色，赭石加上土黄，赭石加土黄，看到没有？就和之前我们不是有一个调频画了一只绿色的鸟吗？那一张。之前不是画了这一张吗？这是鲸鱼啊，本来想画个鲸鱼4条屏，再画个荷花4条屏。哎呦，这课都不够，你知道50节墨骨课都不够用的。咱画的这一张里边不有这个芦苇，对不对？咱们还调一个这样的，类似于这样的颜色啊，类似于这样的颜色。50节课都不够，想画的东西太多，课太少。加一点点墨，加一点点墨啊，好，调一点点水啊，来。那么大致啊，我们看一下画面，它一个是有向上去的啊，有向上去的，因为咱们整个的画面所有的荷杆都是向上，对不对？整体都是向上，所以这边啊需要有向这边倒的这个横向的这种芦叶，对吧？同时有顺着主势这么上去的。那么往这边来是为了破这些杆啊，为了破这些杆。比如说，我可以先从这个地方啊，从这个地方这个缝里边啊，它俩破缝眼嘛，先来一根啊，先从这儿来一根。不要交到这一点上去了啊！不要交到这一点上去了，一定要注意啊！
那么叶子呢，它就长在这个节的地方，看到没有？放大一点吧，咱就随便画了，好吧？我就随便画了啊。它这个叶片呢，一般是长在这个节的地方啊，它有一点卷曲。那么这个芦苇叶不要画太大。哎，底下有一点点残破的感觉啊，残破感。那么往上面啊，还有往上去的，对吧？还有往上去的，比如底下呢，还有向这边啊，朝着这边过来的横向。我说了要横向，对不对？那么我们继续啊，继续来一个横向一点的。但是交的时候千万不要交叉于一点，所以你画的时候想好啊，先想好，大概从这儿穿到这儿来，哎，穿过来也可以，或者是从上面再来一组，从上面垂下来也可以。都得想好这些位置啊，或者从背面挑起来，这么落下来也可以。发挥一点想象力了啊，这个时候需要一点想象力了，你看到没有？需要一点想象力。就平时这些东西画多了，你就信手拈来啊，就是很容易了。如果画的少的话，就比较费劲，是不是？往这边完全可以出去嘛，冲出去啊，冲出去。还有向上去的。冲上去的啊，也有。好，那么这一块啊，也需要破它一下。上去了，看到没有？哎，这边正好就冲上去了嘛。
其实这个芦苇啊，如果是留白呀，双钩留白的方式，会比这个设色的方式啊更好看一些，会更漂亮一些。啊，这些啊现在容易打结了，看到没有？一多了之后特别容易打结，所以打结的时候要处理一下。看看啊，好像别画多了啊，这块呢也不要画太多，不要画太多了啊。然后上面有的需要让它凌乱一点，不能够分出的，不能够让它看得太清晰啊，不能太清晰。总之啊，一个规律就是什么？
这个分组能够形成组啊，能够有这种势，整体的势，它是一个完整的势就可以了啊。比如向上的，朝左边的能够看出来啊，能够看出来，这个比较重要啊。至于它里边细节的地方，就不能让你看得太清楚啊，不能看得太清楚。然后上去的地方啊，可以上去一些。上面可以稍微清晰一点啊，清晰一点，这个注意一下啊。稍微上面呢就画的细一些，有一点这种画蓝草的这种感觉就可以了啊。注意这个交叉。哎，这种交叉给它注意好。这边3比1组，对吧？3比1组啊。哎，差不多就可以了啊，别画多了。别画多了。好，接下来啊，接下来来一个，还是这个毛笔也行啊，或者是小的勾线笔也行啊。芦苇叶子要稍微处理一下啊，要稍微处理一下，或者拿勾线笔吧。淡墨。如果拿不准的同学，你可以不用勾啊，也可以不用勾。拿不准的同学啊，先不要勾啊。别勾坏了啊。杆儿呢双勾一下啊，叶片呢只需要勾中间的这个叶脉就可以了。
都歪了，你看。好，上面呢这个颜色要更淡一点，如果想勾的话，就直接勾这个中线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我们再用这个淡墨和之前一样啊，有些地方啊找一找这种残破感，对吧？枯黄的残破感。把这种枯黄的残破感啊，给它找一找，是不是？淡墨啊，淡墨加一点这个芦苇的叶的颜色就可以了，是吧？你看现在更丰富一点了，更丰富一点了。等会儿把里边中间啊，我们把这个小浮萍给它点一下啊，中间错落的地方，浮萍。就是这个叶片的这种颜色就可以了。有大有小。
我给它推远一下啊，给它往远处推一推。哎，推远一下就可以了。对，这部分呢，其实就是边画边思考了，所以不是完全临摹了啊，边想边画了，这得边琢磨啊，边琢磨。然后把这个杆上的这些小刺儿啊，给它点一点。小刺儿呢，就是这个浮萍中间淡墨，点个小点儿。然后这个盒杆上的刺啊，再把这个小刺啊给点一点啊。小刺呢点法也有啊，也有的点的比较细的，那都是往上挑一点啊，都是向上挑着一点那么点，就像那个真实的盒杆啊，它上面也是那个小刺儿、小毛刺儿向上挑着的。咱们稍微随意一些啊，稍微随意一点。上方。得分少了，没凸出来，哎啊，那效果还是不错的，效果还是不错啊。一会儿呢，我再把小鸟再调整一下啊，小鸟我们继续给它完善一下啊。小鸟现在还不够完善，虽然已经很精致了，还是没有达到要求啊，还没有达到要求。那么看整体很完整了，对不对？整体很完整了啊。老师反正不，你们讲啥了？你们讲什么呢？刚才在动脑子，刚才脑子在飞速的运转，你知道画这一块的时候，你看这叶片的组织啊，包括层次有朝下的，是吧？但是层次要不一样，要错落开，有横一点的，有往上去的。
刚才在专注的动脑筋了。这是对啊，这是这个墨骨画啊。来歇息2分钟啊，咱们把翠鸟再给它修整一下。这翠鸟还需要再调整一下。你看看这个画面呢，效果是非常好的，这张感觉效果挺好，是不是？各位同学们，买了10个课程，我的妈呀，买那么多呢！今天晚上能不能帮老师突破700啊？这600多已经徘徊好久了。这些年有时间好好学学是吧？咱们的课程啊，每一张都是精品啊！有没有新来的同学给老师点点关注啊？点一个粉丝牌，欣赏一下前面的墨骨啊，每一张拿出来都很好，是不是？咱们同学们的这个作品画的也很好，很多开始也是啊，担心自己画不出来，哎呦，这太难了，画着画2张，不出3张都上瘾了，画这个墨骨画这欲罢不能。现在给我交了作业上面啊，留言都是这个现在已经着魔了，上瘾了，就是这种感觉啊。那么这是墨骨部分的，是不是？比如说还有写意部分的、动物部分的，都是。这个只在7号链接啊，你看之前的金鱼啊，本来我是想给金鱼也画个4条屏得了，对吧？这种叫什么金鱼系列，对吧？同学们画的这张金鱼画的效果都特别好啊。我看了好多同学画的金鱼都画的特别漂亮。画个几张就上手了，都是这样的啊。这个你不要觉得特别难啊，跟着我的回放，一边看一边学一边练，画个不出3张都能上手，画的效果还不错。你像金鱼的这种撞色，对吧？撞粉撞色，哎，你看尾巴的通透性啊，头部的这种撞色啊，颜色的这种丰富。一套10张啊。还有这个太平盛世啊，这张给它取名叫太平盛世。我发现了啊，大家跟老师画呀，起码啊，就是基础比较差的同学，他现在画小鸟的画的特别好，无论是墨骨的还是工笔还是写意的啊，小鸟都画会了，因为什么？这个结构都弄明白了，对吧？基本规律掌握了，所以教上来的啊。有的同学这个花呀什么这些画的可能不是特别好，但小鸟已经画的特别好了，是不是？你看大家其他老师目前都纷纷在涨价啊，纷纷涨价，赶紧下手，不下手我也要涨价了。还有这一张，你看我这个课真是，哎呀，这是白菜价啊，白菜价。让你们来老师这个水平啊，去宋庄开个班，那可厉害了，你知道吧？你就专门教专业选手，就不教你们业余选手了。教你们业余选手属于降维打击了。以前都在某松啊，某松的时候自己弄着玩的时候，一张画是180，学一张画，学一幅墨骨画是180。
当时是弄了4次课，4次课画一节180，你知道吧？所以我一开始我都不愿意来抖音，太吓人了这个价格。所以大家新来的同学给老师点点关注啊，点2个粉丝牌。今天晚上能否突破700呢？突破不了，老师就要涨价了啊！好，我们把这个小鸟啊，继续。小鸟呢还需要再画一下，一个是这些墨线需要再勾一勾，墨线呢可以稍微勾重一点了。这一回，第一遍为什么勾了淡呢？害怕勾错嘛，对不对？勾淡一点，勾错了颜色一覆盖，还有修改余地，对不对？勾重了都没有修改余地了。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稍微勾一勾，从翅膀的部分，白色部分呢就不要勾了啊，主要是后期的这个里边。然后这些水线其实是可以呢，水线呢可留可不留啊，可留可不留了，因为毕竟它这个深色的。稍微勾重一点。你先看我勾完是一种什么状态，你再勾啊。因为湿的时候比较重，对吧？干了之后它会浅一些。有同学一看，老师勾这么重啊，好，浓墨伺候，对吧？结果一画特别重，然后过一会儿看老师的怎么不重了。你看干了之后它会好一些啊。所以你先看一下，别着急动手啊，先看一看，观察观察。勾一下。好，中间的羽轴可以加一笔，对吧？中间的部分的羽轴可以加一下。那么同样丰富起来，羽轴部分加强一点，对吧？加强一点啊。然后再墨色再淡一点再淡一点，加点水调淡一点。
内侧压一下，内侧压一下啊。那么这边的啊，尾巴部分啊，内侧呢也可以压一下，墨淡一点啊，不用特别重的墨色。压一下啊，然后呢，可以选择撕一下，看。这边要朝这个方向啊，可以不用画太多啊。不用画多了，画多了其实效果也不是特别好，少画一点，对吧？少画一点。尾巴。尾羽部分呢，可以给它画黑一点，其实画白的也行啊，画白的也行，画黑的也行。不行就画白的吧，不行咱就给它画白了啊。来一点淡淡的白色啊，来一点淡淡的白色，把尾巴上面不是留了一点白吗？稍微染一点。染它一点点就可以了。用淡颜色啊，淡淡的一种灰灰的，我用了灰灰的这种赭墨色，稍微把这个勾一下。羽轴加上啊，把羽轴加上。比如想开片也可以稍微开一开啊。让它开点也可以开，对吧？这都没问题。好，那么现在我们最后再来淡淡的绿色，我们把这个身体部分呢再走一遍，就是之前染色的这个绿啊，之前用过的这个绿色，画核杆的这个绿，走一遍，不要太湿了啊，不要太湿了。类似于披比丝毛似的啊。把一些颜色不够的地方给它加一加。好多同学那个画完之后呢，就是缺少了最后这一下，画出来之后呈现出来啊，丝毛丝的都挺好，根根分明，知道吧？根根分明，丝的特别好，但是就会根根分明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显得很干燥嘛，就跟我们的头发一样啊，要保湿啊，要保湿让它。不能根根分明啊，那
都起静电了，都快。所以最后淡淡的颜色统一的照染一下，统一照染一下，明白吧？照染一下啊。那肚子怎么办呢？这一块啊，分染一下，要分染一下。一支清水笔啊，一支清水笔，一支淡墨的这支毛笔啊，蘸一点淡墨。来啊，肚子这块重一些，重一些。毛笔秃了啊，这个毛笔已经秃了，不好用了。好，差不多了。然后用这个清水笔接一下啊，清水笔接一下。清水笔的水分不要太大了，清水笔干一些。水头一大了，这个水啊就倒冲到这边来了啊。所以清水笔一定要干一点，才能分染的好。好多同学分染不好，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他老认为清水笔水头要大一点，其实相反啊。然后这个小腿这一块啊，可以重一点吗？对不对？加重一点吗？点2下，然后清水笔带2下。是吧？现在就看起来舒服了啊。这张画呢就完整了啊，把这个嘴巴加重的地方得加重一点。清水笔，下面少染一点。这一块的丝毛啊，眼睛附近的丝毛可以撕重一点。那么这些啊都是最后的一些啊收拾的细节了啊。这个环节你要学会能够深入进去，能够找到一些需要调整的点、调整的地方。好，完美。完美啊！爪子可以点一下啊。这个爪子呢，可以拿墨点，也可以拿红色啊，拿红色稍微亮一点的颜色点呢。我们用这个猪标点一下，用猪标。如果是大型的小鸟啊，这种老鹰啊，像这样的啊，可以用这个葛粉点完之后点厚一点，点完之后一敷色，哎呦，那个就是一凸一凸的这种感觉啊，特别有立体感。下次一定找个大型的动物啊，教大家画一下。
大型的禽类啊，用这种立粉法画一下爪子，体验一下啊，体验一下。这都太小了，你看到没有？这点的时候得特别小心。这就很小心了啊，点的时候。鸟腿与尾部这不连接着了吗？被翅膀挡着了啊，这不是连接着了吗？对不对？翅膀挡着了。小鸟精致吧？漂亮啊，漂亮的小鸟。好，今天这张呢我们就完成了啊，这张呢差不多就完成了，是吧？还有哪儿没画到的地方吗？啊，这儿没画到啊，这个点儿没点儿。然后明天早上我把这个照片拍好啊，发到群里边啊。所以新来同学给老师点点关注啊，进入到咱们的粉丝群里边。上课之前老师都会把这些这个上课需要的案例图啊、信息啊都会发到里边啊。都会发上去，所以啊，最好是进入到咱们的这个粉丝群里边。194了，还差6个啊，能不能突破？能不能助个力？露丝芦苇啊，可以可以，露丝芦苇，我早就想画露丝芦苇了。我有一张特别好的案例啊，露丝芦苇的这个有一张特别好的，既可以画成血翼，也可以画成这种墨骨，绝对可以啊。下一节课咱们画泼彩，泼彩的荷花，你看老师怎么泼的啊？这个泼彩是之前有一位同学我欠他的，欠他的啊，回头要不开一个专门点菜的课哈，就是上一个链接，然后拍这个链接的人啊，想画什么题材，想画什么有案例，你可以发给我，咱俩协商之后，如果沟通好了之后，就按你指定的这个案例啊，咱们教一下，可以有吗？对，你发给我，对吧？然后呢，因为老有同学说，老师能画这个吗？老师能画那个吗？可以啊，咱们把这个专门开一个啊，看能，我不知道，目前还没想好怎么操作啊，回头咱们试一试，好吧？但是价格呢会高一些啊，咱再不能2.5，不能2.5块一节课了啊。购买老师课程的学员啊，购课学员才有资格点是吧？可以，就来个点菜课啊。好，咱们课程链接在1号链接啊，还有几个就帮老师突破700了，大家
给力啊！新来的同学呢，这是墨古作品啊，这是墨古作品。咱们课程里边有墨古作品啊，也有写意作品。我收拾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咱们的课程的这个案例图。之前已经画过的案例图啊，给大家展示一下。有一些咱们课程目前是上到了41节还是42节？41节吧，还是42节啊？41节好像是。目前上了不多，120节课，还有2/3啊，还有2/3。然后给大家再商量个事儿啊，商量个事儿，就是回头比如说写一课啊，我就把那个课程啊，1节课我剪成2节课，然后传到这个上面，因为咱们这个课程上这个必须它有时间限制，比如说5月10号之前必须把这个课程上传完。那么老师跟大家说了，课程不够，对不对？一开始说拿一些课用来暂时用一用，后来我想了，我直接先给它剪成2段，然后我会标明，比如说本来是1节课变成2节课了，那么在第2节课后面我写一个赠字，赠送的赠字啊，然后等于说还是虽然是2个视频，但还是算1节课。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快一点把这个120节课传完我们继续往里边加课就行了，行吧？保证啊，咱们是实打实的120节课。那么大概能够搞到100，估计得到100多少啊？那就得加40，150节课，最终啊可能会160左右，好不好？因为我害怕到时候没有传完的话，因为平台有规定啊，必须6个月之内传完。目前咱们已经上3个月了，才上了1/3，上的太慢了啊，不像其他老师天天上啊，我是因为要看孩子嘛，所以呢时间没有那么充裕啊，所以只能是上的慢一些。咱上的慢一点，但是咱们画的精致一些啊。咱们这个案例呢，包括技法呀，讲的清楚一些，讲的清晰一些，没有那么多广告，对吧？啊，好了，那么今天咱们这节课到这啊，有新来同学给老师点点关注，谢谢各位。好，拜拜，晚安，谢谢各位啊。